后台一位大哥私信我说，有一台会冒蓝烟的2冲程摩托车，而且还是很多80、90后心心念的那一种。那我已经赶到这里，走，咱们一块儿看一下。跟着这位大哥来到了一个库房，急匆匆的让我看这台老摩托车。哇，这车还真有年代感，这2个双圆的大灯，还是个辐条的轮毂。把推出去看一下，这种车可能有很多00后都不太了解。这是一台1990年的2冲程雅马哈 TZR 150。这位大哥说，年轻时买下这台车，相当于现在拥有一台炫酷的跑车。当时那个年代骑的这台车真的是回头率满满，也是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激情和快乐。我也是听出了他的话语有一丝遗憾，因为后来一直在库房里放了2年，就再也启动不着了，也没有会修理这种车的师傅，就一直放。后来这位大哥刷到我修复老摩托的视频后，想让我把这台沉睡的摩托也给复活着。因为有相同的爱好和执着，我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把这台满是青春回忆的车拉回车库。2冲时代已过去，还要勾起我们的回忆。真想现在就听到他的咆哮声，先把外表给他简单清洗一下，先给他来个全身的大清洗。清洗的过程中，也是为了了解这台车的全车情况。哇，这简单清洗一下就这么的新。现在给它推进车库，计划给它启动着。现在这台车钥匙都丢了，我得想办法给它配一下钥匙。由于长时间的停放，钥匙也不见了踪影。现在得把龙头锁块拆下来，配把钥匙，然后再通电，看看电路是否正常。这锁块都是原装的，找师傅给他配个钥匙。走。在锁匠师傅3下5除一顿操作之后，锁块很轻松就被打开了。来，打开钥匙。没反应，电池肯定没电了。开了。哦，这个是它机油壶，这么小一块电池。哎呦，仪表亮啊！看能不能找车。行，没有点抢着的反应，估计这油箱里面油肯定时间也长了，把油了换了再说。这油肯定是不行了，变质了，而且油箱里面还有很多杂质，给换点油试一下。再试一次，看能不能给启动着。还忘了把这个油箱开关给它打开。哎呦，好了，来启动。着了，刚才着陆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再试一下。快乐来的总是那么一瞬间，都踹了好多脚，但是始终没一点反应，一时间让我摸不住头脑。突然间，我操，漏了！这化气扇漏油了，我操！看，下面全是油。哎呦，这化气有问题。拆吧，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。干脆我就把外壳全部拆完，一看究竟。哇，这油箱上补的胶，这是漏了，应该是。不拆不知道，一拆上来就发现一个问题。哦，一张海绵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看这个空滤上写的，虽然看不懂，但是它意思就是这个空滤可以洗，然后高上点机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80、90年代的车和现在的车不一样，它的外壳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有几颗螺丝固定，很快就能拆下来。车压这么的细，哇！该说不说，兄弟们，这个车这么长时间过去，你看它的插头、线束以及这胶皮保存的非常完好。还有就是，我知道它的响声，看这个电机，也就是连着它这个排气，每当这个咔
开发的时候，它的动力直接第2段进阶，然后它可以跑到220迈，哇！一个125cc 的发动机可以爆发出这么大的力气，太牛了！看到它这么好的状态后，我现在的心也放下来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还挺新的。应该就是这里漏的油。哦，这里面看着挺干净的。化油器整体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还得把它们全部一一分解开来，看每一个零部件的磨损程度以及油道孔是否堵塞。而化油器主要就是这台车的心脏，你的发动机状态再好，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，那也无法正常运转。它的内部原理也非常的简单，它是由进气喉管、福子式、主喷、节气门、怠速系统和加油系统组成。问题找到了，就是因为这个三角堵塞，你看它这个头部缩进去了好多，然后它这个由于老化，按压起来非常软，顶不住油，就是它导致的漏油。还有就是把其他的这些胶圈呀、密封件都给它更换一下，把主体给它清洗一遍，好好的通彻一下，问题应该就能够解决。导致化油器瘫痪的原因也已经找到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一下细致的清洗整个过程。像这种陈年老货的配件我都常备，现在也是用到它的时候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它的磨损程度，化油器内部还是很轻微的。我觉得发动机那也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活塞看没啥问题。到这里我还是不放心，又用内窥镜查看一下缸体内部的情况，就这一道，其他没啥问题，还好。测一下它的缸压怎么样？6个压还好。来打开，现在油火都检查都没问题，而且化油器不漏油了。现在是时候该启动它了，打开钥匙门。打开油门。只要一手油门就直接着车，发动机状态仍然不输当年的状态，只着了一会儿车，你看满屋子都有烟，真的是熟悉的味道。怎么样，我们的2通时代又回来了。哇，这真是太爽了！我突然有一种别样的感受，这不仅仅是修复了一台摩托车，而是历史重新焕发了生机。至此，这台雅马哈 TZR 150值得我们用心去修复、去珍惜，就像一位老友一样，伴随着我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自由。